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我是 Elaine， 我是 Gloria。今天我们之所以坐在一起给大家录视频，是因为我们俩已经在家憋了有1个月了，我们俩都在家没有出门，没有再接触其他人，所以我想我们2个接触是可以放心的了。是的，终于有一期视频是没有戴口罩的了。今天我们这期视频接着给大家汇报一下加拿大的疫情新境况。对，老规矩，我们先播报一些新闻，然后我们快速的跳过这一个部分，讲一讲我们的所见所闻。那么就开始吧。截止到4月7号的下午3点钟，加拿大一共确诊了18797位。我们上一次播报这个数字是1个月以前吧？对，那个时候好像只有300多例。猜一猜，我们 BC 省今天新增了多少例？我觉得好像是35啊，就猜的，因为前2天就30了嘛。我们又下降了。我们只有25例新增啊！大考，我们现在已经规定人与人之间要保持2米的距离，所有的餐厅都禁止堂食，只能外带。小土豆也出台了各种补贴，具体的我们就不赘述了，大家可以去官网参考。这些政策它提出来之后，从某些层面上安抚了大众的心嘛，就能感受到政府其实有在支持着大家。接下来就要进行我们的所见所闻part。首当其冲的就是加拿大的首席卫生官谭某。谭某最近算是成为了一介网红吧，从1个月以前告诉加拿大人这个肺炎的感染几率非常的低，大家放心，该干嘛干嘛去。然后到后来的说大家要注意一点，保持人与人的距离，但是没必要戴口罩，戴口罩是没有用的。到昨天吧，终于松口了，呼吁了加拿大人是可以戴口罩的。重点是他又再一次强调了戴口罩可以，千万不要戴医用口罩。要戴那种棉口罩，就是像特朗普说的围巾大法好。这个人就是从头到尾就一直在打自己的脸。我记得之前还有一个采访是说，他为什么之前没有松口说让大家戴口罩，是因为他担心怕大家不会戴口罩。你就天天在电视上、网络上放一个正确佩戴口罩的方法很难吗？问题是他之前还教大家怎么洗手，就不教大家怎么戴口罩。我觉得跟他绝代双骄一样存在的人物，就是我们 BC 省的首席卫生官邦尼康教授。具体为什么我们会说他霍霍呢？因为大家不要看现在 BC 省确诊人数很低，也出现了拐点，但其实 BC 省很久之前就开始轻症的不给检测了，也就是说所有轻症的这些数据是不被算计官方统计里面的。而且这个轻症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发烧没有上到39度都算轻症，哪怕你有所有的症状，但是你能呼吸吗？可以。我测你可能是你回家隔离。对。而且现在 BC 省痊愈的人数非常多，是第一个治愈率蹭蹭几百往上涨的，每天确诊30多个，治愈200多个的那种。BC 省为什么痊愈的数这么多呢？是因为他们确诊了之后，你的症状消失了，就好了，就好了就好了，你就出去嗨吧。到后来，别在省都纷纷效仿。但是根据我们在国内看到的新闻，这个病没有症状了，但是你体内可能还会带着这个病毒。也就是说，你还是可能会传染给别人的呀。你至少再叮嘱他们一下，再隔离14天，然后你再出去。这点他都没有再多说一句。说到轻症不检测，大家可能会说你们只是听网上传的，但是我们的朋友因为参加了那个牙医大会，觉得自己有风险感染，所以试图给811打电话，打了2天吧，他们打了整整2天都没有打通。前段时间看的那个新闻就是有一个姑娘已经发烧到38度多了，很虚了，然后去医院就告诉她让她回家隔离，就是你这个疑似是新冠肺炎啊，但是你没有严重到那个程度，没有办法给你检测。结果那个姑娘是过了2天就去世了。哎呦。我们 BC 省还有一个曲线平滑的重要的因素是，比如一家子会有1个确诊了，剩下的话我们就不会给你测到，自行全家都在家隔离。一个房子里他也没有宣传居家隔离应该怎么样，努力来确保家人之间不会交叉感染，也没有看到这样的新闻和消息，只是告诉人们回家隔离。我觉得这样家里有孩子老人的抵抗力更低，一家子基本上就肯定是全都有。两周吧，温哥华终于出了一个测试点，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有点低烧，当时确实考虑了，如果我出现了其他症状，我就去测一下。然后后来发现我又是太天真了，我哪有资格测这个呀？哪怕我又咳嗽又喘的，又没食欲的，我去了还是没有人会给我检测。那我不是 health worker。包括药房啊、养老院的工人、医生、护士这些人，我很庆幸后来就好了。去个诊所，他也不给你查，定点查的这个我又没有资格去查，打811我又打不通电话，
你说，如果我真的是有其他症状，我得多绝望啊！有一对夫妇参加了个葬礼，回来丈夫就有症状了，新冠所有的症状都出来，包括呼吸困难了。打电话得到的消息就是隔离。最后真的，他家里的人都有症状了，住进 ICU 以后去世了之后，他的新冠检测结果出来了，说是阳性。只能说这样的事情绝对是存在的，可想而知 BC 省真的是少了多少的数据。也许乐观的人们相信说，我们 BC 省就是通过严格的把控，把疫情已经控制住了。我们也衷心的希望是这样的，但是只能说从我们目前的感受来看，这件事情是远远不现实的。我们也可以理解，想把检测重点放在高危的人群。那你从刚开始就知道你的检测盒不够，你要做出你相应的努力来，慢慢的增加这个检测量。我前一阵看我们的邦尼老师说，什么时候会增加核酸检测的数量呢？就是在我们 BC 省的曲线平稳了之后。所以你想想这个逻辑啊。BC 这个操作还是很骚气的，很骚气的。说到这一点，之前我们提到过，真的要戴口罩，一定要戴医用口罩。我理解大家说买不到医用口罩是什么，但是能戴的朋友一定戴。我们知道在国内说那种一次性的医用口罩，你可能每隔几个小时要换一次，但像我们普通人不是大量的接触病人，其实我们的一次性医用口罩是可以重复用的，它不破，你拿回家的时候把它放在通风的地方吹一晚上，这样子第二天你还是可以重复用的。有总比没有好，对，也比你戴个棉的口罩要好。这还有一点就是你戴了棉的口罩也会给别人一种错觉，就是哦，他戴口罩可能是安全的，但其实它并不安全。对。说起刚才这个口罩，其实我们后来也想了一下，为什么政府一直在宣扬说不需要大家戴口罩？可能是因为这边物资不够，不想让民众再去抢医用的口罩。对的，但不代表你可以舍弃广大人民群众啊，这样让大家更没有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以至于发生在温哥华的一家墓地，有好多家长带着小孩去那儿骑车郊游，就是，然后就有华人的微信圈说你放过墓地吧。大公园封了，但是我们路边一片草地不就是个小公园，就有长椅。下午太阳好的时候，从窗户望出去，能看到像国内老大爷老大妈那儿唠嗑，不戴口罩，然后坐的也很近，就谈天说地。我们 BC 省每天隔离措施愈发的严谨，然后好像说 Canada Place 吧，要改成方舱医院啊。我们曲线都这么平滑了，一共就1000例，为什么要去改造那么大的做一个方舱医院呢？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呢？亲朋好友都在给我们寄物资。说起寄物资的事情想说一下几点注意事项，就是一定口罩不要超过100个，因为超过100个，你的包裹很有可能会被海关拦截。我替大家踩了个雷啊！从国内寄物资千万不要用顺丰，因为顺丰快递在加拿大这边对接的快递公司是 UPS。我等了1个月的口罩了，就一直在配送不成功。问题是他都没有人给我送过。我打 UPS 的电话没有人工客服。我以为大家的快递都是这样的，然而这位朋友的家人用的是中国邮政，我的朋友用了 EMS， 他们都是在不到10天就收到了他们的口罩。我都没有交，都没有关税，没有税的，是非常非常的有保障，还没有税。然后我这84个的关税是70多。我的天哪！说到物资，昨天有好多朋友已经都收到中国驻温哥华大使馆寄到家里的口罩物资送货上门。我们不鼓励你这个特殊时期疯狂往国内跑，但是在国外还是给你送去了我们的温暖，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如果你实在是没有物资、口罩啊什么，尝试一下给中国大使馆打电话吧。让我们一起来鄙视一下那些高价倒卖口罩的黑心贩子。如果有外国的朋友看到我们这个视频的话，希望把我们的视频可以分享给你们的朋友们，因为文化的差异，这边大家的观念是不生病你是不需要戴口罩的。我们理解你的观念，但是全世界现在已经有133万确诊的病例，只可能更多。在这个情况下，不管是中国或者欧洲的国家也慢慢意识到戴口罩可以说是最有效防护飞沫传播的一个途径，请大家摒弃掉只有病的人才戴口罩这个偏见，在有能力的基础上，超过2个人聚集的地方都把口罩戴起来。说起这个偏见的问题，不得不说到格劳瑞亚从妈妈那儿听到瞠目结舌的一件事情。所以她有一个学姐在高桂林市的一个药房做药剂师，就在上一周，她这个学姐确诊了新冠。之前2、3周，因为是中国人嘛，所以比较了解，就早早的戴上了口罩。她去药房上班的时候，被她的同事投诉了。投诉说，我觉得这个人戴口罩制造了恐慌，威胁到了我的人身健康安全。哇！请禁止这种行为。现在那个投诉的人呢？现在都戴上口罩了。哇，这个
个好蠢啊！真的好生气啊！我就想不明白了，戴口罩碍你什么事儿了啊？还是那一点，大家还是要放下一下偏见。你自己固执就固执了，你的手伸到别人那儿去是什么意思呢？你想，这还只是个药房，医院的工作者对吧？感染率得更加多么的严重。是我昨天才收到诊所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医生说要约我去做一个检查，看我什么时候有时间啊。我下意识的就跟他约了，然后人家倒是很负责任的问了一下，说你最近有没有旅行史？你有没有咳嗽、发烧的症状？我说没有。他说好的。后来我自己想了一下，我有点不放心。你戴了口罩，你诊所里的人不一定戴呀。世上只有妈妈好。我妈说你去把他看走了。还是乖乖的待在家里面吧。对呀，就是。但是诊所还在约我去做正常的身体检查。我们前2个疫情的事情抛出去，也有一些跟我们想法不太一样的人在底下评论，我们能够理解，但是在疫情面前没有国界，而且它已经发展成一个全球性的事情了。我不管是中国可能之前给大家世界的形象是怎么样，哪怕中国有些做的不好的地方，但毕竟中国提前考过这个试，他经历过灾难，他把题告诉我们是什么了。希望大家能够摒弃这些偏见，更开放性的去看一些资料。海纳百川嘛，大家心胸都开广一些。你说你的命就只有一条，何必跟大好年华，对吧？对呀，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哪儿想不开就戴口罩吧，行吗，同志们？看在家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这个真理我们终于也体会到了。好了，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听了我们这么多吐槽，我相信大家也都有自己的判断。这个时候像我说的，不管是什么建议，只要是能够帮助到大家的，都是好的建议。胸怀宽阔一些，大家的心愿不都是希望疫情能赶紧过去吗？才能恢复我们正常的工作、学习、生活。对，我们俩虽然只有2万粉丝不多，但是希望关注我们频道的人能够保护好自己。那这期视频就先这样了，大家不要忘记点击订阅、评论、分享，比心。